因棍子在空间中实打实的旋转180度，它扫过的最小面积会是多小呢？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却死死困扰了数学家100多年。破解它的正是一位来自90后的中国数学家王宏，他也因此在2022年拿下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数学真的强到这个地步了吗？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将由浅入深的讲一讲王宏所证明的刮骨猜想到底是什么，难不难，以及他凭什么能够获得这次的数学界最高奖项。看完这期视频也许你就是下一个获奖者，我说的真的。一切要从一间厕所说起。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忠一提出了一个非常扯的问题。他说，一位武士正在上厕所，突然遭到敌人偷袭，四面八方箭矢如雨。这时他手里只有一根短棒，如果他想挡住所有方向的箭，就必须把短棒转上一整圈。可厕所很小，他只能尽可能的收缩棍子扫过的面积。那么请问，这根棒扫过的面积最小能小到多少？从几何上讲，就是说如何将一根长度为1的线段或者说针在平面上转180度，使得这根线段扫过的面积最小。看起来好像非常简单，是吧？好，让我们来动手试一下。首先让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就是抓住线段的一个端点，然后转180度，这样就会扫出一个半圆。由于线段的半径是1，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计算出这个面积是 1.57。 很明显这个面积应该不是最小的，因为我们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不抓端点而抓中点，你看一下，它就会扫出一个圆。这时线段的长度就变成了圆的直径，所以这个圆的半径就是1/2。那么我们也很容易算出这个圆的面积就是 0.785， 比刚刚抓端点的方法面积直接砍掉了1半多。事实上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如果不绕中点转，而是绕其他点旋转的话，它的面积会在这两种情况之间。也就是说，在固定一个点旋转的情况下，中点旋转就会扫出最小的面积。不过马上就有人想出了绕不同点旋转的方案，比如我们以每个顶点为圆心，1为半径画圆弧，每段圆弧对应60度，画出3段就刚好能绕出180度，最终会围出一个胖三角，它的学名叫莱洛三角形。通过几何关系，我们也很容易得到这个莱洛三角形的面积是 0.705。 到这大部分都觉得可能面积已经垫底了，那还能再小吗？当然能了，因为我们还漏了一件关键的事儿，线段不光能够旋转，它还能够一边转一边挪，是吧？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第4种转法，画一个高度为1的正三角形，以一个顶点为圆心，让线段先贴着一条边，然后以1为半径画一段圆弧，这段圆弧对应60度，这样就会贴到顶点的另外一条边，然后平移线段碰到另外一个顶点，再以这个顶点为圆心，1为半径画一段60度的圆弧，最后再平移和旋转60度，最终会绕出3个60度，合起来就是180度。通过几何关系我们也很容易得到这个图形的面积是 0.577， 比莱洛三角形小了一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对于这个三角形，其实我们在平移旋转的时候这里面藏着一个微妙的动作，就是线段顺着自己的方向平移的时候，它扫过的面积是多少？我们认为是0，对不对？就是这一段，看一下，因为这根线本身没有宽度，顺着自己的方向划出去，就像刀刃贴着刀鞘往外抽一样，它扫过的面积是0。请记住这个0层的滑动，我们后面要用到，非常重要。好，那这个三角形扫出的面积是不是最小的呢？答案肯定不是的。挂谷本人也给出了一个更漂亮的答案，叫做3阶内摆线。首先我们说一下什么是内摆线，就是让一个小圆在大圆内壁上无滑动的滚动，小圆上的一个点画出的轨迹就是内摆线。当小圆的直径正好是大圆的1/3时，就会滚出一个3个尖角的形状，像一颗海星，这就是3阶内摆线。那么在这个3阶内摆线内部，我们的针到底是如何转动呢？方法也比较简单，
就是让线段贴着内凹弧，然后每滑动一点，方向就转一点，连滑带转，一气呵成。就这样让针贴着三段圆弧绕完，那么方向呢恰好调转了180度。这就是挂骨问题的3阶内摆线。那么它围出的面积是多少呢？我们算出来是8分之派，大约是 0.392。它的面积计算过程呢就比较复杂，这里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暂停看一下。它扫过的面积就比刚刚我们的正三角形又小了一截。而这个8分之派的面积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挂骨问题的最小面积。挂骨也认为这就是终点了，不可能再小了。教科书也是这么写的，几代人对此深信不疑。可挂骨本人啊，心里非常清楚，他没有证明这个是最小的，只是他找不到更小了。但是找不到不等于不存在。于是呢，11年之后，也就是1928年，一个苏联人就把桌子给掀了。掀桌子的人叫做阿布拉姆·贝希科维奇。贝希科维奇说啊，这个面积根本没有下限，可以任意小，无限接近于0。一开始呢，很多人还不相信，因为这非常反直觉啊。你想一下，一根线段实打实的转过180度，它扫过的面积怎么可能是0呢？而且我们前面说过的所有图形，比如说半圆、圆、三角形、3阶内摆线，全部都错得离谱，因为误差无穷大啊，这怎么可能？为了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儿啊，我把它总结为2个秘诀，也是整个挂骨问题解决的真正灵魂。秘诀1：鲍尔平移。我们之前说过啊，线段顺着自己的方向滑动不产生面积，但是横着平移会扫出一个又宽又大的平行四边形，面积呢也很可观。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匈牙利数学家鲍尔他就提出了一个骚操作。他说啊，如果你想把针横向挪到旁边，不要直接挪，先把针转一个极小的角度，比如说 delta theta， 然后顺着这个新的方向滑出去很远，再转一个 delta theta， 最后顺着自己的方向又滑回来。你看这个落点正好落到它旁边的位置，而且这2根线是平行的，类似产生了横移，但是整个过程产生的真正面积只有那2次微不足道的小旋转。这2个小扇形呢，在数学上我们可以算出它的面积刚好等于角度值。所以假设我们想把针横向挪移 d 的距离，那针就得顺着自己的方向滑出去大约多远呢？这个答案是 d 除以德塔西塔，然后飞回来呢，就刚好落到这个横移距离为 d 的位置。为了更好的理解呢，我们可以代入一些数进去算一下啊。我们取扫过的角度德塔西塔等于 0.01， 想横挪 d 等于 0.1 的距离，那这个线要飞出去多远呢？根据我们刚刚的公式算出来是100的路程，也就是说横移的距离大约是平移的1000倍。所以你看明白了吗？扫过的面积变小了，是用路程换来的。这里大家认真想一下，角度德塔西塔我们是想要多小就可以多小，那也就是说我们横移的面积也可以压到想要多小就多小，直到接近于0嘛。唯一的代价就是这根针啊要跑出天文数字的冤枉路。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题目或者问题根本就没有限制针只能跑到多远，是不是？好，这就是鲍尔平移。接下来我们讲秘诀2：重叠反复。在挂骨问题中啊，怎么重叠比怎么旋转要重要的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刚刚我们做过的所有方案拉一个清单，你可以看到线段重叠的次数或者重叠的面积越多，那我们实际扫过的面积呢就会越小。而贝希科维奇构造的零面积扫过方案，本质上就是把重叠玩到了极致。它是怎么玩的呢？我们讲一下啊。首先，对于任何一个三角形，假设它的面积为 S0， 那么我们把它从中间切开，分成左右2半，再把右边切出来的三角形呢往左移。那么移多少呢？这个平移量我们记作半底边的贝塔倍。这样平移之后呢，2个三角形之间在中下部就有重叠。通过几何计算呢，我们很容易得到整个图形的并集面积大约是这个表达式。对它进行求导之后，很容易得到当贝塔等于20%时，那么 S 的面积是最小的，大概是2/3个 S0。这个面积算出来的是整个并集面积的最小。
那这个重叠部分的面积自然就是最大了。好，有了这个重叠方法之后，那我们的针如何具体扫呢？首先我们看原来的原来大三角形是以顶点为支点，从左边扫到右边，这个面积肯定很大，是不是？而对于现在我们这个切开之后重叠的三角形呢，它有2个，我们也是从左斜边开始扫，扫到中线的位置，然后接下来我们用鲍尔平移，用过鲍尔平移之后，我们的针就会跑到另外一个三角形的中线的位置，接下来继续往右边扫，直到扫到原来大三角形的右斜边上。对比2个过程，你会发现我们扫过的角度一点都没少，但是我们的重叠面积却增加了很多，大约一下子省掉了1/3。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一招用到底。首先还是一个高位移的三角形，我们从顶点向底边的中点切一刀，一个三角形就变成了2个。同样的，再对这2个三角形呢进行对半切，2个就变成了4个，再切就4个变成了8个。假设我们对半切了 M 轮，那么就会得到2的 M 次方个细小的三角形。好，三角形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重叠了。第一级的重叠方案就是让相邻2片两错位重叠，它们的重叠系数就是按照我们刚刚算的2/3，这样2的 M 次方片就会变成2的 M 减1片，省下来呢大概1/3的面积。这一级重叠出来的三角形样子有点像小树苗。第2级重叠方案就是让第一级的重叠小树苗再两重合，并成2的 M 减2次方颗。但注意这次树苗的重叠系数是3/4，这个系数会帮我们省出1/4的面积。同样的，对于第3级我们也进行两重叠，它的平移系数是4/5，省1/5的面积。就这样一直重叠。假如我们重叠到了第 I 级那么这一级的平移系数应该是 i+2 分之 i+1， 这个系数会帮我们省出 i+2/1的面积。你可以看到我们越到后面省出来的面积越小。不过呢，我们可以一直这样重叠，一直重叠满 M 级，最终呢，我们就可以把2的 M 次方个三角形合并成一个图形。这个图形就像一棵枝杈丛生的树，所以人们也称之为佩龙树。那我们的针如何在这堆树杈里面旋转呢？靠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秘诀1，找一个三角形的边为起点，然后旋转完这个三角形，接下来用鲍尔平移零成本的滑到下一个三角形的一边，再转完这个三角形，再滑再旋转，一直这样下去，这样不断进行之后，我们就会走遍整棵树。经过精细计算，扫过的面积 SM 会随乘数 M 按照 M/1 的量级下降，用渐进记号写作大西塔的 M/1， 这个大西塔表示同数量级。这个符号呢，可能大家没经常用我们列一个表格给大家感受一下。比如说 M 等于3的时候，我们切出来三角形分量就是8，然后扫出来的面积呢大概是 0.33， 继续增大 M 的值，那我们扫过的面积就会越小，最后当 M 趋近于无穷时，我们扫过的面积也会趋近于0。好，这里我们讲的是1棵佩龙树，那如何把针旋转满180度呢？其实也比较简单，比如现在我们这个佩龙树就是由一个60度的三角形切出来的，那我们用3棵这样的树就可以完成180度旋转了。不过为了对称美我们这里放6棵，形成360度旋转也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我们的佩龙树是由30度的三角形切出来的，那我们用12棵树就可以完成360度旋转了。360度旋转和180度旋转对于挂骨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好，那对于这个由佩龙树合并出来的毛茸茸乱糟糟的图形呢，其面积是不是可以任小答案当然是的。这个图形就被称为一个挂骨集。所谓挂骨集，就是在挂骨问题中线段旋转180度所扫过的全部点构成的一个集合。比如说莱勒三角形连同它内部所有的点就是一个挂骨集。而贝希科维奇进一步证明了呢，挂骨集的面积可以是0，所以这种面积为0的挂骨集又叫做贝希科维奇集。由于人们对三角形的切分、平移和重叠方法不同佩龙树呢也可以有很多种，所以贝希科维奇集呢自然也可以有很多种。至此呢，挂骨问题就解决了，其答案就是一个长度为1的线段绕过180度所扫过的最小面积就是0。但是
你以为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吗？不，真正的大戏才刚刚开始。数学家们盯着这个面积为零的怪物，问了一个更要命的问题：贝西克维基极虽然面积是零，但却装下了所有方向的单位线段。比如说吧，正南、正东、东南、西北等等，这些你说出来的任何角度或者方向都在这个几何内，这就很奇葩了。面积是零，却包含了平面中所有方向的副本。那数学家们就问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几维的呢？有人可能会觉得面积是零，不就是一堆线吗？一维呗。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知道维数是如何计算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维数是整数，比如说线是一维，面是二维，体是三维。但是对于分形这种野生怪物它可以是 1.2 维、1.5 维等等这种小数形式的维数。具体来讲，维数是如何计算的呢？数学家们发明了豪斯多夫维数和明可夫斯基维数，这两种维数我们都认真讲一下。首先是豪斯多夫维数，它是说对于规则自相似的图形，把图形放大，看看它相当于多少个原来的自己。具体来说，就是把一个图形线性放大 n 倍，如果它的长度、面积、体积，或者说图形的数量变成了原来的 n 倍，那么它的维数就是 log 以 n 为底 n 的对数。具体的计算我们举3个例子。比如我们先看最熟悉的正方形，把正方形的边长放大3倍，它的面积就变成了原来的9倍，因此 m 等于3 n 等于9，那么正方形的维数就是 log 以3为底9的对数，答案就是2。这非常简单，和我们的常识完全一致，正方形就是2维嘛。好，再来看一个图形，叫谢尔宾斯基三角形，把它的线性尺度放大2倍，放大之后的图形正好可以填入3个与原来大小一样的自己，因此呢 m 等于2 n 等于3，所以它的维度算出来就是 log 以2为底3的对数，答案是 1.585 维。那个这个1点几维如何理解呢？你看我们的尺寸增加了2倍，它的图形量却只增加了3倍，所以它的维数自然落在1和2之间嘛。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图形，叫科赫雪花。准确来说我们算的是雪花的边界，叫科赫曲线。把科赫曲线的线性尺度放大3倍，放大之后的曲线正好可以填入4个与原来图形同样大小的自己，因此呢 m 等于3 n 等于4，算出来的维度大小呢就是 1.262。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形，比线稍微胖一点，但是比面呢要明显瘦很多，这就是分形最诡异的地方。好，例子举完了，不过我想补充的是，数字相似碎片这一招只对规整的分形好使，而挂骨级这种毫无规律的怪物我们没法这么数，只能暂时使用更通用的明可夫斯基维度，也叫几何维数。其定义是说，拿边长为德尔塔的小方格去盖图形，数一数最少需要多少个格子 n 能够盖住图形。如果格子数随德尔塔的变小按幂律增长，那么两边取对数就能够把维度 d 算出来。说概念呢是比较难理解，所以呢我们还是举3个例子。同样对于一个正方形，我们拿一个边长是原正方形1/3的格子去盖正方形，需要9个格子才能盖住整个正方形。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缩小格子，取格子的边长是德尔塔等于3的负 k 次方，整个正方形就需要9的 k 次方格子去盖住它。那么按照公式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正方形的维度是2。再看谢尔宾斯基三角形，我们把格子的边长设为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边长的1/2倍，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3个格子就能够盖住整个三角形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继续缩小格子，取格子的边长为2的负 k 次方，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的盒子数量与3的 k 次方同阶，才能够盖住整个三角形。于是按照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谢尔宾斯三角形的维度是 1.585 维，跟刚刚的豪斯多夫维数是一样的。好，接下来呢是科赫雪花的边界，我们把格子边长设为科赫雪花长度的1/3，于是需要4个格子就能够盖住整个科赫雪花。接下来呢，我们取格子的边长为3的负 k 次方，
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的核子数与4的 k 次方同阶，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柯克曲线的维度是 1.262 维。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维度计算结果是一致的，但这也只是针对于规整的自相似图形，两者恰好相同。而挂骨机真正关心的是豪斯多夫维数，它比明可夫斯基维数更加精细。不过在这期视频里我们暂时把这两者当成一回事来理解。至于为什么我们要介绍明可夫斯基维数，是因为后面我们要用到。好，回到这个面积为0的挂骨机，因为它的面积是0，所以它的维数完全可以是小于2的，比如说 1.5 1.8 维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挂骨却站出来了，他说 n 维空间里的挂骨机，其豪斯多夫维数必须是满满的 n 维，也就是说2维平面里的挂骨机面积可能是0，但它的维数必须是2。3维空间里的挂骨机体积也可以是0，但维数必须是3，以此类推，4维5维也是这样。但是呢，它没有给出证明，所以这就被称为挂骨猜想。用人话说，就是你能把所有方向的面积压到为0，但是你压不掉它的维度。所以方向这个东西看着啥也不是，其实在空间里呢站着一种压不扁的结构。这句话呢也直接戳向了我们对空间对测度最本质的理解，同时它也成了和费马大定理一个德行的猜想，那就是说起来一句话简单，做起来是地狱。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后1971年罗伊戴维斯就成功证明了平面上的贝希克微积集的豪斯多夫维数和明可夫斯基维数正好是2维。那么2维贝希克微积集为什么一定是满满的2呢？具体的证明方法我这里简单说一下。第一步是把针加粗，算面积总账。具体来说，对一根长度为1、面积为0的针我们把它加粗到德塔宽，这样每根针的面积呢就变成了德塔。现在再生成数量级约为德塔分之1根管子，每根管子之间的方向相差是德塔，然后把它们铺满到整个0到180度方向上。这样构造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暂时不扣除重叠的情况下，把每根细管的面积逐根相加之后，就会得到累计面积总账是1。好，记住这个1是不扣除重叠的。那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解，考虑重叠的情况下，这个并出来的图形正是加粗之后的挂骨机，记作1德塔。数学上可以证明1德塔的面积至少是 ln 德塔分之1分之1这个量级。读起来特别拗口，但是这个表达式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表达式中看出，无论这些细管如何移动，怎么重叠，1德塔这个面积最少也得剩下 ln 德塔分之1分之1，这就是它的下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保底值。当德塔越来越小时，这个保底值当然也在变小，不过它下降的速度是以对数下降的，这个速度是极慢的，也就是说1德塔这个面积是在慢悠悠的减小的。好，这个趋势大家一定要理解，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做对比。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步。假设某个2维贝希克微积集的维数是某个 d， 那么它加粗之后的面积应该是德塔的2减 d 次幂。至于为什么面积是2减 d 次幂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明可夫斯基维数。一个低维图形在尺度德塔下大约需要德塔的负 d 次幂个小方格才能够盖住，而每个小方格的面积是德塔的平方，所以图形加粗德塔后的面积大约就是德塔的2减 d 次幂，这就是这个表达式的由来。我们可以画出这两个函数的图像，你可以看到这条曲线是加粗后的挂骨集最小值，它是按照对数下降的，但是2维贝希克微积集加粗后的面积是按照幂率下降的。我们要知道，任何幂率都会比对数下降得快，也就是最终幂率一定会落到对数下界之下。这就产生了矛盾了，同一个面积不可能一方面按照幂率迅速减小，另外一方面又始终被对数下界拖住。因此挂骨集的维数不可能低于2，但也不会大于2，因为我们的图形就在2维平面内嘛。所以说平面挂骨集的面积可以是0，但维数必须是2。
这个证明的灵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所有方向带来的分散最终战胜了重叠。当然我们上面讲的是1977年科尔多瓦对二维卦骨猜想的证明，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其实我简化了很多内容，只讲了其核心思想。实际上二维卦骨猜想最早的证明是由戴维斯在1971年证明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好，我们已经亲手证明了二维卦骨猜想，但是卦骨猜想是针对 n 维的，所以现在我们把维度加1进入3维看一看。你以为无非是多了一根坐标轴吗？错，这一加题目的难度直接从人间变成了地狱，而且几十年里人类对它毫无进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回想一下我们二维的证明线段的旋转起码还能相交，重叠障呢我们也能够算得清。可到了3维空间里两条不平行的线段完全可以擦肩而过，谁也不碰谁，这叫异面直线。科学家们看了直呼恼火。更麻烦的是，到了3维，管子有更多的抱团方法，它们既可以挤在一张很薄的平面附近，也可以聚成一小团一小团的。这样一来，许多不同方向的管子也能藏进很小的体积里。二维那套重叠记账的方法根本就不够用，几十年里，数学家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往前拱。我们把这几十年的战况做成一条进度条。首先是1971年，戴维斯证明了二维卦骨猜想。然后战线就转到了3维，不过在这里人们卡住了。直到1995年，沃尔夫证明了 n 维卦骨集的维数至少是2/n+2，那么代入3就可以算出3维卦骨猜想至少是2.5维的，但是离3还差0.5。然后是2000年，陶哲先联手2位数学家证明了3维空间中的卦骨集其明可夫斯基维度严格大于2.5，也就是2.500000001。虽然当时只推进了1亿分之一，但是也被数学界认为是一个重大突破。你可能想笑，是不是？这不是明显的划水吗？推进1亿分之一也叫突破？但是我们这里要说明一下，这1亿分之一的含金量在于，它证明了2.5这堵墙不是极限，而是可以被凿穿的。那么此后20多年里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都轮番上阵，把这个下界一点一点往上抬，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碰到3。时间来到2025年2月，来自中国的王洪博士和合作者扎尔在网上挂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布3维卦骨猜想成立，也就是3维卦骨集的维数就是3。这篇127页论文其核心证明可以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把空间一层一层放大，检查管子在每一层是怎么抱团的。数学家们把这种方法叫做多尺度归纳法。这套方法有一个致命的难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小时候玩过传话游戏的人都知道，一排人坐成一排，第一个人对着第二个人的耳朵说一句话，然后第二个人传达第一个人所说的话，第三个人接着传下去，一路传到最后。如果每个人都完美的复述，那么最后这句话和第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每一步只要漏一点或者改变一丁点的信息，传到最后整句话就面目全非了。而多尺度归纳法有点类似，每一次细节的放大计算，如果丢掉一些信息，那么最后算出的结果肯定是不对的。而王洪和扎尔的突破口是一种叫做颗粒的薄片，这东西不是他们俩发明的，前人早就发现了。大概意思是说，3维的管子并不是乱作一团，而是成片成片的贴在一些薄片上。但是他们两个发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把叠在同一个地方的薄片放大，他们竟然又变回了一堆管子，而且跟一开始那些管子是一模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就说明这是同一个问题原来对付管子的那套办法拿过来对付薄片照样好使。当然王洪他们的工作也并不是在2025年突然完成的，早在2022年和2024年两人就发表论文铺好了路，解决了每一层都在复制自己的那种排法。而最后这篇127页的论文是把最后的口子全部补上，让管子无论是几层薄片还是聚成一团，又或者是换一种抱团方式，都逃不过他们的逐层检查。所有的藏身之处都被堵住之后，结论只剩下一个，3维卦骨集的体积可以是0，但维度必须是3。最后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问题的难度有多大
从2维到 2.5 维，人类用了24年，从 2.5 到大约 2.5 又用了4年，到最后证明真正的3维，全世界用了26年。所以这个问题难不难，不言而喻吧。2020年菲尔兹奖名单公布，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上榜。王宏的奖项呢，是因为他和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多年的3维挂骨猜想，而邓玉的获奖则是因为他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重大突破，以及他对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克。要知道，菲尔兹奖4年才选一届，只授予40岁以下的杰出数学家，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的荣誉之一。此前获得这项荣誉的华人数学家呢，只有2位，1982年获奖的邱成桐和2006年获奖的陶哲轩。而这一次王宏和邓玉的获奖啊，标志着中国籍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从0到1的突破。讲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问，一根针转来转去到底有什么用呢？它表面上啊，确实研究的是针转来转去，而真正研究的呢，是无数个不同方向究竟能够压进多小的空间。这个问题啊，与傅立叶分析紧密相连。要知道，傅立叶分析研究波、信号和频率，他的思想出现在手机通信、医学成像、图像压缩等等领域中，而挂骨问题啊，正是这套数学背后的一个重要几何模型。所以你说重不重要？一个好的数学问题不一定要有多么复杂，但只要它能够逼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突破、不断创新，那它就是一个好的数学问题。现在3维挂骨猜想的答案呢已经揭开，而4维、5维以及更高维的挂骨猜想呢，仍然悬而未决。也许下一个证明它的人就是你。好，我是本导，如果你喜欢视频呢，请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